来看这张，这个觉得不好理解。你不要把人体当成是解剖图谱来看，解剖图谱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去理解结构，所以说把一些结构画的造型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清楚，让人一看就能看明白。但实际上这些结构在人体当中是千变万化的，你要把这个结构契合到真人身上去理解它，你就知道它的千变万化了，它很多微妙的变化了。不然的话，你要是盯着人去看，就按照那个解剖图里边的标准造型去找的话，是很难找得到的。我们学习解剖，只是学习一个理想化的结构，一个理想化的形态。那实际上在真人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变化的，这一点要搞清楚。就像它肩这里有一块前凹，那么能确定肩胛骨的这里肩胛岗，这里呢是肩三角肌。根据它们的位置，那这里呢是不是可以看作这可以理解成是肩三角肌的肌腱，它和肩胛岗相连的地方。你要去把结构契合到真人身上去理解它这些自然特征，这个叫自然的特征。形还不错，脖子稍微细了一点点。其实在画的时候呢，你对这个形结构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，可以找一点表现手法，而不是只是去画它的这个解剖结构，找一点取舍，它就不会那么平均了。有些地方画一下，有些地方呢就直接略去，不用管。这个画面的效果呢反而会更好，不需要一五一十的把你知道的所有的结构全都给它画上。那下面这个呢也是，你看这里边就给它画弱一点，在亮部的结构。这样的话呢，它效果就会更好。来看这一张腹部这个位置，从这儿往下不是直的，它有往里收的趋势，也就是说整个这个面它是往里面收的，然后在腹部这个位置再抬起来，然后再下去，这个大的这种块面转折的关系没有表现出来。这个面在图片中看还是比较清晰的，往里面走的这个趋势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这个人体稍微宽了一些，腹部这个位置应该再细一些。然后它胸大肌也没有这么宽，你看。然后胸大肌就是胸骨，这个趋势也是要稍微往里面倾斜一些。然后它胸大肌的外侧的轮廓大概在这儿，这是锁骨的趋势。然后肩三角肌在这儿，形呢还要再精进一些，再多对照多比较，发现有不准的地方就及时调整，这是一点。锁骨不要画成一个粗细均匀的棍儿，注意锁骨的造型。它这种粗细变化，它这种造型特征。它这个身体呢，虽然说这个肩是抬起来的，但是它身体没有左右的摆动，两侧的胸腔和骨盆之间的这种距离关系应该是一样的，你这个画歪了。那它胸腔呢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造型。然后肌肉解剖的这一块具体要看上面这一步形错的话，按照这个错的形来画的话，这个肌肉的形也就不够准确了。都是相同的问题啊，都是这个比较容易画平均，就是一五一十的把所有的结构呢
都画出来，可以加一点体的概念。我们就看这张照片，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呢，能看到哪些地方比较重？这里、这里、这里，这个地方是比较重一点的，还有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层次，然后再下一个层次，像这种地方的转折，这种地方的转折，这边这是第二个层次。画的时候呢，先画第一个层次，最重的地方，然后再找第二个层次。它后面又有效果，又有体积，又不平均。掌握结构呢，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把每一个人都画成解剖人，是为了更好的去表现它这个体表的造型。基本大的效果还好，注意一下这个大的比例关系，这个上半身稍微的窄了一些，胸腔这里稍微窄了一些，然后注意一下这个颜色的层次，灰层次，主要是这里，你看这里啊，现在它的亮度和这一块是一样的，那实际上哪一个更靠前，哪一个更靠后，哪一个离光源更近，哪一个离光更远？现在这个画面这里是凸出来的，特别跳，它的黑白对比特别强烈。就是看上去一眼就盯到这里了，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呢，一眼可能关注到的是这里，就这种要注意一下。然后解剖结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然后是胸腔这个胸腔稍微注意一下，胸腔是一个上窄下宽的一个形状，这个上下有点一样粗细了。然后第二个注意一下啊，你看你这个左右对称点的连线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趋势。我们看到模特这儿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趋势，看出什么区别来吗？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，我给它折过去之后，它是这样的。但是你这个折过去之后呢，它没有呈放射状散开，压缩一侧和拉伸一侧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，这种收缩和展开，也就是说上面这块没有拉开，这一侧呢没有降下来，这点注意一下。这个基本型还可以啊，就是里边画的有点太乱。女性呢，她的这种肌肉轮廓呢没有那么鲜明，就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个肌肉画出来。还有就是围绕着脐孔周围的这一圈，也不要画的这么突兀，更不要从脐孔一直绕着往出画这种线啊，这个看着是比较奇怪的。你像这种的怎么去画呢？演示一下第二个，大概定一个形，它这个胸腔的朝向，胸腔、骨盆、脐孔。我们知道脐孔周围呢隆起来，但是呢，如果说它没有图上面看着没有那么突兀，那就不要把它线圈的那么死。要带结构的话，一定要非常的轻浅的线条去带。里边的线条呢，你这个虽然说是比外轮廓要轻了，但是还是用笔尖去划的，就看着还是有点突兀。用侧锋轻轻的去带。